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退休议题，也就是4% 提领率。如果你对4% 提领率够了解的话，可以拉到影片的后半段。我想要聊一下，如果债券的比重过高的话，该怎么决定一个适当的提领率？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什么是4% 提领率。4% 提领率是一个退休理财的概念，它的核心概念来自于4% 法则，主要是用来确定你在退休之后，每年从你的退休资产里面提领多少的资金出来，而不必去担心在退休之后会把你的退休资产耗尽的一种策略。这个提领策略的基础来自于一篇学术论文，这项研究是由3位学者在1998年进行的。他们主要研究在不同的提领率之下，大约是3% 一直到12%，这种不同的提领率对你的退休资产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当然，他们也假设了不同的退休资产组成，例如100%由股票所组成，75%的股票，25%的债券，还有50%跟50%的股票债券，以及倒过来25%的股票对上75%的债券，以及最后一个100%的债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确定，在不同的提领率之下，你的退休资产是不是能够支撑30年的退休年限。根据研究的结论，如果你使用的是4% 提领法则，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你在退休30年之后都不会把退休金给用完。这里指的绝大多数情况，指的是98%的成功率，也就是说，你仍然有2% 的几率可能会在你退休30年之内把你的退休资金给完全耗尽。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股债的资产组合可以提供足够的良好回报，抵消每年提领4% 产生的影响。其中最主要原因是股票提供了足够高的报酬，因为它的平均年化报酬将近7%。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表格。首先，这个表格的研究对象是1926年到1995年的美国股市跟债券的历史报酬。纵轴是不同的投资组合，左边是5种不同的投资组合，依序是100%的股票，70%的股票对上25%的债券，一直到最后100%的债券。在不同的资产配置之下，它还细分了，如果你的退休年限是15年、20年、25年或者是30年，它的成功率分别是多少？表格的横轴是提领率，分别是3%，一路增加到12%。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来几个趋势。第一个，你的成功率会随着你的提领率提高而逐渐降低。例如，如果你的提领率是3% 的话，不论你的投资组合是100%的股票还是100%的债券，你的成功率都是100%。这代表不论你退休之后是活了15年还是30年，你的退休金都不会完全用完。可是随着你的提领率的提高，例如提高到每年10%，你的成功率就会大大降低。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的提领率是10% 的话，在100%由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里面，你大约还有5%到7%的成功率。可是如果你的投资组合是100%的债券之话，在10% 的提领率之下，你几乎会完全耗尽你的退休金。所以提领率越高，你的成功率就会跟着降低。这个表格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重点是，如果你在退休之后活的期间越长，那么你的成功率就会降低。例如，在提领率10% 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在退休之后只活了15年，你的成功率会达到77%。可是，如果你活了将近30年，那么你的成功率会降到只有54%。这个表格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如果你的提领率比较低，例如3% 或者是4% 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哪一种投资组合，你的成功率都可以大大提高到将近100%。可是，一旦你拉高了你的提领率，这时候你的投资组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你的债券部位如果太高的话，你的失败率是会跟着相对提高的。所以这个表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跟一个魔术数字，也就是4%。当你把你的提领率设定在4% 的情况之下，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你都可以让你的退休金维持到你退休30年之后，它的成功率高达98% 到100%。4% 提领法则也把通货膨胀给考虑进去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每年需要使用的现金是100万台币的话，在4% 提领率之下，把100万除以4%，也就是乘以25，代表你必须要存够到2500万才可以安全的退休。在你有2500万的退休资产之下，你每年可以从其中提领出4% 出来，也就是说，第一年你可以提领大约100万的现金出来。到了第二年，如果当年度的通货膨胀高达2% 的话，你可以把100万乘以2%，代表第二年你可以提领出102万元现金出来使用。这就抵消了通货膨胀带来的效应。你的102万在当年度它的实质购买力仍然等于第一年的100万，
以此类推，如果每年的通货膨胀率都是2% 的话，到了30年之后，你可以从退休金里面提领出180万元出来使用，而它的实质购买力仍然等于第一年的100万元。让我们回到影片一开始问的问题，如果你的债券比重比较高，例如是80%，而你的股票部位只有20% 的话，你每年可以从你的资产里面提领多少百分比出来使用呢？根据这个表格，如果你的提领率是4% 的话，不论你的资产配置是100%的股票还是100%的债券，使用4% 提领率其实都可以保证你的资金在30年之内都不会完全耗尽。也就是说，即使你是100%的持有债券，如果你使用的是4% 提领率的话，你都可以安全的度过30年的退休生活。不过我们也都晓得，在过去几乎是零利率的状况之下，债券的报酬其实比起过去的1920年代到1990年代要来的低了很多很多。在债券的报酬不如以往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仍然使用4% 提领法则，难道没有任何的风险吗？换句话说，除了这个表格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论文或者是投资工具可以支持4% 提领率呢？又或者，如果我觉得4% 的提领率太高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投资工具可以帮助我了解降低到多少的百分比，可以确保我退休之后30年都不会把退休金给耗尽呢？我们使用的投资工具叫做 FI Calculator。进入这个网站之后，左边就是它的一些参数。第一个参数是 Duration， 也就是退休之后你要度过多少年的退休生活。第二个参数是 Portfolio， 这边的预设值是100万，你可以根据你实际情况可以设定成1000万台币、3000万台币，甚至是1万台币都没有问题。往下是它的资产配置，这边的预设值是 80% 的股票、15% 的债券跟 5% 的现金。接下来的参数是提领策略，这边有相当多的策略可以供你选择，不过我们只要使用它预设值 Constant Dollar 就可以了。再往下是提领率，如果你的 portfolio 也就是资产总额是100万的话，在 4% 的提领率之下，你每年可以提领出4万元出来使用。也就是说，如果刚刚在第二个参数 portfolio 里面你把你的资产总额设定为1000万的话，这边每年就要提领出40万元出来使用。在这里我们都使用它的预设值，也就是100万的资产，然后每年提领出4万元出来使用。要记得这边我们要勾选跟着通货膨胀率去做调整。再往下的2个参数是你在退休之后，除了每年固定提领 4%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额外的支出或者是其他的收入等等。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这边做输入。根据预设值，也就是退休之后30年每年提领率 4% 的情况之下，再根据通货膨胀去做调整，你的成功率大约是 96.8%。你可以看到，在124次的实验当中，有120次会成功。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你原本的资产是100万，可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你的资产是超过100万的，有些甚至高达300万、400万，甚至500万。但是也有不少的年份是低于100万的。例如，如果你是1973年退休的话，30年之后到了2002年，你的退休资产只剩下了11万7千元。其中有4个年份是失败的，代表在退休30年之后，你的退休金会提早用完。这4个年份分别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往下拉，在这边模拟当中，你可以把所有情况都给它显示出来。绿色代表的是成功，红色打叉叉的代表是失败。你可以看到，在1969年、1968年、1966年，还有1965年退休的这4个年份，如果你的退休提领率是 4% 的话，在这4个年份退休的人士，他会在退休之前就把退休金给用完，所以最后剩下的金额是0。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看它的模拟结果。你原本的退休资产是100万，在经过30年的提领之后，你最后的退休资产会变成多少钱呢？其中有8次的模拟会让你的退休资产介于0到25万之间，它占比是 6.5%。再往右走，你看到退休资产在50万到75万之间占比是最高的，它占有大约 10%，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情况，也就是从第5个柱状图开始往右，你的退休资产都会比原始的100万要来得更高。这个表格是这124次模拟出来统计结果，你可以看到它的中位数是215万，而平均值是243万，最高值会达到625万，最小值就是失败的情况之下会让你退休资产归零。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答，如果你的退休资产里面有比较高的债券比重的话，你应该要设定多少的提领率比较适合呢？我们可以到 portfolio 里面去更改它的资产比重。原本的资产比重它是 80% 的股票、15% 的债券跟 5% 的现金，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20% 的股票、80% 的债券以及现金，让它设定为0，其他都维持不动。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把它存下来，你可以发现原本的成功率是 96.8%， 现在已经大幅降低到 76.6%。
如果我想让它的成功率提高到 98% 以上的话，我该怎么做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降低你的提领率。这边的提领率是大约 4%， 我们把它降低到 3.5% 来看看。所以我们要把4万元设定为35000元，那么它的提领率就是 3.5%。你可以看到它的成功率又从 76% 上升到了 97% 左右。同样在124次的模拟当中会有4次的失败经验，只不过这4次失败经验跟之前是不太相同的，分别是1965年、1941年、1939年跟1940年。其中1939到1941年就是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看一下它的统计，在债券比重大幅拉高的情况之下，经过了30年之后，你的中位数已经降低到了52万，平均值是100万。从这个表格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你的总资产都是缩水的，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情况都是集中在0到50万之间。如果你觉得 96.8% 的成功率仍然太低了，你可以再稍微把它调整到 3%。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你的成功率已经提高到 100%， 这124次的模拟都是没有问题的。这124次的模拟都可以让你成功度过退休之后的30年。简单做个结论，如果你的资产配置偏向保守，也就是有大约 80% 的债券部位的话，那么你可能要把你的提领率从原本的 4% 稍微降低到 3.5%。如果你是一个更为谨慎保守的人，可能还要把 3.5% 的提领率进一步降低到 3%， 才能够确保你的退休生活安全无虞。希望今天的分析可以帮助你如何根据你的资产配置来决定你的提领率。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进一步的帮助的话，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支影片见。